尤其在200瓦滿載狀態下，輸出依舊非常乾淨，小體積、高功率、長時間穩定輸出和低紋波這幾項都能夠同時做到，確實比較難得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之前我們測試過深能集電的一款240瓦的氮化鎵電源，當時它給我的印象就是接口很特別，功率也很猛。現在深能集電又拿來一款新產品，這次不是繼續往上面堆功率啊，而是把體積做小，主打小體積200瓦氮化鎵電源，但是它依舊保留了 XT60 主輸出，同時還帶一個 C 口一個 A 口。那麼我們這一期測試的問題就來了，體積小了以後200瓦還能不能穩？溫度壓不壓得住？多口使用會不會互相影響？這一期我還是按照老規矩啊，先測試看它到底是不是一個小鋼炮。我們先來開箱看它的外觀，包裝盒還是很簡潔的白色的紙盒子 ，HD 的標識，然後產品的概念圖片，背面是一些產品特色信息。充電器裝在這個紙盒子裡面，使用手冊一本，還有2層袋子把它包住的啊。這個就是充電頭本體。XT60 轉聯想方口的一個轉接線啊，這個線材跟前面那一款240瓦配的線材是一樣的。我拿出來第一感覺確實是整體的體積小了很多啊，這是240瓦的，兩個對比一下，個頭足足矮了一截，整體的厚度還是差不多的。充電器正面200瓦標識，這邊是氮化鎵的標識，三角插座 ，XT60 的接口 LED 指示燈 ，Type C 口還有 A 口。200瓦做到這個體積，如果能夠持續輸出的話，那這個性能就是非常強悍的啊。這根充電頭連線材的重量一起是408克，單線材重量113克，單充電頭重量296克，分量還挺足的。充電頭的寬度是69毫米，高度為76毫米，厚度為32毫米，配套的線材直徑是5毫米啊，線材的長度大約是 1.8 米，多了30毫米的樣子。關於這根充電線的質量，我們前面測試240瓦那一款的時候，這個線拆過的，裡面的用料是非常不錯的啊。看完它的外觀，我們再來看它的規格和快充協議支持的情況。首先我們看規格啊，產品名稱是氮化鎵電源充電器，型號是 SN-GAN200XT201， 輸入規格200至240伏，這個不是全球電壓的，注意它不支持110伏啊。DC 輸出最高功率是20伏10安200瓦。Type C 口輸出最高功率是20伏5安100瓦 ，A 口輸出最高功率設定在18瓦，總輸出功率200瓦 Max。製造商為深能集電深圳有限公司，生產商是深圳市喜源源科技有限公司。認證信息有 3C 強制認證，海拔小於2000米使用，非熱帶地區使用，6類電子產品標識 ，RoHS 環保標識和室內使用，還有就是電子產品可回收標識。關於快充協議，我們先從 C 口開始，有融合快充的105瓦，然後 QC3+高通的，華為 FCP、華為 SCP、三星的 AFC， 然後就是 PD 3.0， 固定檔位最高是100瓦，有一個5安的 PPS， 然後 DCP 和 Apple 2.4兩個基礎協議，這個充電協議沒有做精簡啊。然後這個就是 A 口的快充協議啊，除了沒有 PD 協議和融合快充協議，其他的跟 C 口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這個充電器既然有 C 口和 A 口，我們就必須要測這個手機的兼容性啊。咱們這個兼容性測試還是以 Type C 口為主。首先是米家的設備，顯示的是快速充電，已經啟動了 PPS 啊，功率大概是在25.6瓦的樣子。下面顯示的81瓦，這個是儀表錯誤。我們再來看華為和榮耀手機，華為手機啟動不了 SCP 協議啊，這個應該是工程師故意把它設定了的，只有個5伏的基礎功率。A 口是可以直接啟動超級快充的。我們再來看榮耀手機啊，顯示的是超級快充，功率只有20瓦左右。剛才華為手機明明是沒有啟動 SCP， 但是這個榮耀的100瓦 PPS 也是啟動不了的，還是這個協議沒有設定好啊。我們再來看藍廠的設備，這個可以直接啟動100瓦的 PPS， 大家看一下，功率走到接近90瓦。藍廠的兼容性是沒有問題的。綠廠它有融合快充和 PPS 兩個協議，它都可以支持。對綠廠的手機肯定也是沒有問題的，直接啟動超級閃充，開啟的是融合快充啊，真實功率跑到28.9瓦。三星手機也可以順利的啟動快充 2.0， 三星的兼容性也是沒有問題的。烤機測試，
這期視頻我們先上啊，我就是要看這個小體積200瓦究竟能不能夠持續輸出功率。溫度採集我還是用的這個德國德图 175T3 雙通道記錄儀。測溫點1是在充電器的 AC 插座附近，測溫點2位於充電口接口附近。首先我们来看 XT60 直流輸出160瓦烤機的情況，這個過程持續約1小時34分鐘，最終 AC 插座附近的溫度是53攝氏度，充電口附近溫度是57.5攝氏度，後續溫度上升速度已經明顯放緩，160瓦持續輸出很輕鬆啊。隨後將 XT60 輸出功率提升至直流200瓦，連續輸出約1小時42分鐘。點1的最高溫度是62.4攝氏度，點2的溫度是68.8攝氏度。可以看到，滿功率下充電口附近依然是主要的高溫區域，但是後半段的溫度曲線基本就有拉平了，期間沒有降功率，也沒有觸發過熱保護，這個表現已經非常厲害了啊。最後就是 C 口 PD 100瓦，加上 XT60 口輸出直流100瓦，總輸出功率是200瓦，連續運行1小時43分鐘。C 口功率全程穩定，兩個測溫點最高分別為61攝氏度和67.4攝氏度，與直流單口200瓦的溫度非常接近。從實際烤機結果來看，這款電源在小體積持續輸出之間取得了比較不錯的平衡。兩種200瓦功率，後半段的溫度曲線基本就是進入穩定平台，輸出功率全程沒有下降，也沒有觸發過熱保護，最後均是由我主動的關閉負載。而在165瓦輸出下，充電口附近的溫度只有57.5攝氏度，整體工作狀態更加從容。對於這樣一款體積非常緊湊的200瓦氮化鎵電源來說，這個持續輸出和溫控表現是值得肯定的，而且證明200瓦並非短時峰值，而是真正具備長時間穩定輸出能力的。我們再來看手機的實際充電啊，這次我採集了3款手機，我們一起看看它的實際表現。先看 iQOO 的100瓦 PBS 充電曲線，充電開始後，功率迅速衝到90瓦以上，最高接近100瓦，最後快速回落，中段主要維持在45到50瓦，並伴隨手機主動調節產生的短時波動。大約25分鐘後切換到9伏，功率繼續下降，收尾維持在15瓦左右。這一個完整的充電過程是34分半鐘。26.7攝氏度的環境下，適配器外殼溫度最高只有42度。再看 OPPO 家的 UFCS 44瓦的手機，開局功率約30瓦，最高在30到34瓦附近，中段在30多瓦和10瓦之間周期切換，後段逐步降低到28瓦、22瓦、17瓦和12瓦，最後切換到5伏進行低功率補電，完整充電時間約1小時24分鐘，適配器外殼溫度最高同樣是42度左右。最後就是蘋果15 Pro Max， 這個充電全程使用的是9伏的電壓檔位，開局峰值26.7瓦，中段穩定在16到17瓦，隨後下降到15瓦左右，收尾階段再平滑的降至約9瓦。本次充電0到80充電時間是52分鐘，27度環境下，適配器最高溫度是38.5攝氏度。3代手機充電策略差別很大，但適配器全程輸出穩定，溫度表現也是很輕鬆，200瓦功率啊，應付手機簡直就是大材小用了。轉換效率測試就能夠準確的反映這個適配器內部電路先進與否啊。這個適配器它只支持200到240伏，我們就測220伏就可以了。但是要測兩部分，直流輸出部分和 Type-C 口的2級轉換效率的部分。首先我們來看它的待機功耗的情況，220伏50赫茲的狀態，經過10幾分鐘測試，這個待機功耗僅為 0.3瓦，很低了啊。DC 直流部分測試，由於我沒有 DC 的這種電壓電流表，我用安捷倫的萬用表來檢測這個輸出部分的電壓，然後按照電流，我們來適時的換算一下直流部分轉換效率。首先是直流50瓦的功率輸出啊，電壓是20.22伏，輸出電流2.5安，交流輸出功率是55.7瓦，這樣折算下來轉換效率是91%。現在是100瓦功率啊，充電器輸出電壓電流算出來是100.75瓦。交流輸出是108.3瓦，折算轉換效率為93%。現在是輸出150瓦的狀態啊。直流部分算出來是150.75瓦，220伏交流輸出162.6瓦，這樣折算轉換效率為93%。現在是滿功率輸出200瓦的時候啊，直流部分算出來是整整200瓦的樣子，交流部分輸出215.9瓦，這樣折算下來轉換效率也是93%。我們再來看 Type-C 口部分啊，它的轉換效率會是怎麼樣的？15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19.6瓦，這邊直流輸出15.4瓦，
折算轉換效率79%，27瓦功率，220伏輸出32.5瓦，這邊直流輸出27.6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5%，36瓦功率，220伏輸出42.6瓦，這邊直流輸出36.8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6%，45瓦功率，220伏輸出52.1瓦，這邊直流輸出45.8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8%，60瓦功率，220伏輸出66.96，也就是67瓦，這邊直流輸出60.2瓦，折算轉換效率90%。Type-C 口最高功率100瓦輸出的時候，220伏輸出108.7瓦，這邊直流輸出99瓦，折算轉換效率91%。最後一項測試就是這個適配器的紋波測試啊，我們先測它的直流部分，然後再來測試它的 C 口和 A 口部分。關於直流紋波，我就測2檔就可以了，測一個100瓦，然後再測一個200瓦的。首先是100瓦的情況啊，大家看一下示波器試捕捉的波形的情況，紋波最高的时候是 10.97， 也就是11毫伏，平均紋波是10毫伏。然後現在就是200瓦的情況，紋波最高的时候是 28.9 毫伏，平均紋波 27.4 毫伏左右。這個波形我們看不清楚，我調一下時機調到20毫秒，紋波數值沒有變化，大家看一下，這個波形控制的也是很穩定的。然後我們再來看 Type-C 口的紋波，15瓦功率輸出的時候，紋波最高是20毫伏，平均紋波 18.3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的時候，紋波最高是 21.2 毫伏，平均紋波 19.4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紋波最高的時候是 27.4 毫伏，平均紋波 23.2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紋波最高的時候是 24.97， 也就是25毫伏，平均紋波 22.3 毫伏左右。60瓦紋波最高的時候 18.2 毫伏，平均紋波 16.7 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，紋波最高的時候是 26.4 毫伏，平均紋波24毫伏左右。我們再來看 A 口的紋波情況，15瓦功率，紋波最高的時候是 16.4 毫伏，平均紋波 15.4 毫伏左右。18瓦功率，紋波最高的時候是 19.1 毫伏，平均紋波 17.8 毫伏左右。12伏檔位的18瓦功率，紋波最高的時候是 18.4 毫伏，平均紋波17毫伏左右。兄弟們，測試做到這裡，這款升能級電小體積200瓦氮化鎵電源，它是以200瓦直流輸出為核心，主打的就是替代傳統筆記本電源適配器，同時兼顧手機、平板和 USB-C 筆記本充電。實際測試中，它的小米、OPPO、vivo 快充兼容比較可以啊。蘋果標準 PD 也能穩定工作，華為和榮耀目前優先級還有繼續優化的空間。烤機持續輸出方面，無論是直流單口滿載，還是 PD 和直流同時輸出，都能夠長時間穩定運行，溫度最終進入平衡狀態，沒有出現降功率或者保護光斷。大家可要知道啊，硬負載這麼厲害，200瓦以下的筆記本動態負載更是沒有壓力的。這款產品最值得重點表揚的還是紋波表現，直流輸出 C 口和 A 口全部的測試檔位都達到了我這裡的神級低紋波標準，尤其在200瓦滿載狀態下，輸出依舊非常乾淨，小體積、高功率、長時間穩定輸出和低紋波這幾項都能夠同時做到，確實比較難得。需要替換笨重筆記本電源，經常攜帶高性能筆記本，或者同時兼顧手機快充的用戶，這款產品可以考慮一下。只是它僅支持200到240瓦交流輸入，經常前往110伏地區的用戶需要注意啊。測試篇到這裡就結束，下一期我們直接拆開看看它內部的功率架構、散熱設計和輸出濾波究竟是怎麼把200瓦和神級低紋波同時塞進這麼小的體積裡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。認真車載，客觀輸出，我是離火車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